宋爷爷在采访时被问到爱宝现在的育儿方式和之前有什么不同，宋爷爷表示，以前福宝自己的时候，爱宝对于福宝过分的行为都是一巴掌拍上去。此时正在睡梦中的福宝醒了过来，表示自己回想起来感觉屁股还会隐隐作痛，而现在的爱宝就是在一旁看着姐妹俩打架。宋爷爷表示，在爱宝出外场前，饲养员做了很多准备，例如需要多帮爱宝带娃，但现在看来完全不需要。江爷爷表示自己也有相同的感受。随着福宝马上将要回国，爷爷们都开始紧张忙碌的为其做准备了。福宝现在居住的房间牌子上写着分娩室，这里是爱宝当时分娩用的房间，现在将由福宝用来隔离使用，因为这里离饲养员们最近，观察最方便。江爷爷表示，后面还会在这里训练福宝坐飞机时需要面对的空间问题。两个爷爷现在对于福宝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女儿一样。宋爷爷还表示，现在每天来上班时总想着给福宝带点小玩具，就像是每天回家时想给自己的女儿带点小礼物回去一样。宋爷爷还听姨姨们讲过，每次福宝看到自己一出现，眼睛就像会发光一样，有种自己内心期待的人突然出现在了自己眼前一样惊喜。福宝心想，爷爷这次又带来了什么好东西？主持人问宋爷爷，之前在日本生活的香香因为性格敏感，回到中国后9个月才和大家见面，觉得福宝会需要多久？宋爷爷表示，福宝应该用不了9个月，因为宋爷爷从心底觉得福宝很聪明。宋爷爷表示，自己虽然只照顾过这一次大熊猫，但自己照顾过很多其他的野生动物，福宝则是他们中最聪明的，就像人类一样。宋爷爷很有信心，福宝回国后会表现得很好。之后，主持人又问到，和福宝之间有没有无法忘记的瞬间？宋爷爷表示，是福宝在室外园区从树上摔下来的那一天。宋爷爷表示，那段时间会经常梦到福宝从树上掉下来的情景。当时宋爷爷伸手去接福宝，但没有完全接到，因为当时福宝已经非常重了，因为连树枝都能压断了。当时福宝砸在了宋爷爷的手上，爷爷的手臂为福宝缓冲了一下。宋爷爷感觉自己负罪感挺大的，而如果自己的手臂没有为福宝起到缓冲作用的话，自己负罪感会更重。这个事情经常让宋爷爷从梦中醒来时懊恼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接住福宝。你知道江爷爷为了让爱宝和乐宝能够顺利恋爱都用了什么方法吗？首先，爷爷先让其进行了园区互换。此时乐宝正在爱宝园区的通道门口小心翼翼地试探，通道里和园区外全散布着爱宝的气味。原本阳光开朗的乐宝在进入女孩子的闺房时也变得娇羞了起来。乐宝满脸害羞，江爷爷在园区外面鼓励着乐宝，表示让乐宝大胆向前迈步走出来。经过乐宝自己满满的适应和爷爷的鼓励，乐宝成功走了出来。乐宝先是来到小亭子上，自己仔细的嗅了嗅，查看小亭子上安不安全，然后下一步便是将爱宝之前做过的标记全部覆盖上自己的。爷爷解释说，这是乐宝在给爱宝写情书，这是大熊猫之间彼此交流的方式。不过乐宝这情书写得有点用力了，直接给自己亲团也留了下来。而此时在观察室里的主持人大受震惊，试问爷爷，乐宝怎么突然就拉亲团了？乐宝给爱宝留下情书后，爷爷先让乐宝回家，再让爱宝出来。此时爱宝走出门就察觉到了自己园区多了一个特殊气味。爱宝先是在小亭子上闻了闻乐宝留下来的情书，不知道乐宝到底写了什么。爱宝看了后很是生气，最后园区里的鲜花承受了所有。主持人幽默地表示，是不是因为乐宝留下的气味太臭了，让爱宝很讨厌？小亭子上的竹子也不吃了，全给其破坏了，甚至还不小心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爱宝这是真生气了，对着爷爷装饰的小玩具一通发泄。爷爷对主持人表示，这次的计划是失败的，而且很彻底。今天早上，爷爷来到福宝房间为福宝检查身体，顺便给福宝投喂小零食。爷爷先让福宝把手伸出来，福宝很听话，乖乖将手伸了过去。爷爷夸福宝很懂事，也很乖巧。而福宝新的一天便也从美味的胡萝卜开始了。一会儿，福宝来到室外，爷爷来室外看福宝。此时，福宝正坐在树上吃竹子。福宝身前的这些竹子是爷爷从爱宝乐园的竹林里刚采摘的，都很鲜嫩。而福宝吃的也很陶醉。福宝嘴里的竹子刚嚼完，福宝的困意便上来了，吃完就睡。福宝这生活真是享受。而乐宝这里，爷爷表示最近乐宝要管理一下自己的心态。一会儿福宝醒来，爷爷又来夸福宝了。爷爷看到福宝后就忍不住要夸上2句。爷爷夸福宝这亮晶晶的大眼睛，今天的眼睛格外有神。爷爷夸完后，接着又开始给福宝讲起了大道理，表示福宝园区的竹子和小树全是枯黄的，而爸爸乐宝园区那里都是绿油油的。
全是因为福宝总是对其搞破坏，踩来踩去，拔来拔去。福宝拔完，爷爷再将其栽种回去，反复几次，小树和竹子就活不了多久了。爷爷表示，福宝再这样，自己就要提起诉讼了，叫警察叔叔来教育福宝。而福宝表示自己从小就是被爷爷们吓大的。福宝这小表情像是在说自己一点没在怕的。晚上爷爷再来看福宝时，福宝给房间里的竹子吃得满地都是。爷爷表示，如果有邻居到福宝房间做客，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一会儿，福宝走到爷爷身边，屁股对着爷爷，给爷爷做起了标记，而且还有细心的姨姨看到了福宝战损的小木床，心想不知道小木床能不能支撑到福宝回国。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1231天，福宝的体重又开始接近200斤了。室外的阳光照在福宝的身上，略显焦黄，唯有脸部能看出是白色，身体其他部位都是黑黄的。福宝在小木床上吃完竹子后，又来到了自己小瀑布出水口前，维修起了自己的小瀑布。福宝觉得没有小瀑布的园区是不完美的，但是现在天冷了，如果小瀑布打开，肯定会被冻住的。而且如果福宝在冬天弄湿身体的话，也容易感冒，所以爷爷应该不会给小瀑布打开了。而此时乐宝正坐在饮水盆前挠痒，而爷爷却另有解释，说乐宝这是在为去室外园区打扮自己。乐宝打扮完自己后，来到了室外园区。乐宝坐在自己小亭子上，便开始了大快朵颐。乐宝吃着吃着想铲青团了，但还有一根竹子没有吃完。乐宝带着最后一根竹子来到了小亭子另一侧，后腿踩在小亭子的护栏上，翘着屁股就铲起了青团，而眼睛还一直盯着眼前的竹子。乐宝盯了一会儿后，心想终于拉完了。乐宝侧躺了下来，继续享用自己这最后一根竹子。乐宝吃完竹子，顺便又给自己补了一觉。等乐宝睡醒起身时，还像人类一样给自己拉伸了一下。之后，乐宝来到了小亭子下面转了一圈，感觉天色不早了，室外园区的灯都打开了。乐宝便向通道门走去，回了家。这天福宝室外园区飘起了小雪，江爷爷带领着他的团队们正在为福宝修理室外园区的护栏。江爷爷不光指挥，也和自己团队的其他小伙伴们一起进行着维修。任凭雨雪下的再大，也阻挡不了饲养员们着急让福宝来室外玩耍的心。中午时太阳出来，雪停了一会儿，饲养员们的动作更快了。饲养员们想趁这会儿没下雪，给他一口气弄完。而此时的福宝并不知道饲养员们正在为其进行着忙碌，正在室内园区的小树上呼呼大睡。几人从刚上班就在园区忙碌，一直忙碌到太阳落山，室外园区的灯亮起，这才算完工。但爷爷们殊不知，这次给福宝将室外园区重新修好后，福宝又会给自己整多少活儿。第二天，姨姨再来看福宝时，福宝走进了室外园区。福宝来到室外园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观察了一下自己的小瀑布。福宝心想，自己走之前，小瀑布还好好的，小泳池里还有许多水，怎么几天没见，自己的小瀑布就坏了？福宝对其一阵研究，但始终没看出个所以然来。虽然福宝修理小瀑布的技能已经修理了2年半，但却始终没有长进。而此时，宋爷爷开门走了进来，因为福宝这时已经在室外园区逛了一上午了，是时候让福宝回室内了。而福宝见到爷爷后，假装没有看到爷爷，转头就走了。而宋爷爷只好另想办法，例如给福宝拿来窝头以及胡萝卜，但福宝依旧不为所动。此时宋爷爷会不会后悔让福宝来室外园区了？一会儿，宋爷爷开始用小苹果引诱福宝。宋爷爷将小苹果放在福宝回家的路上，福宝就这样被小苹果一点一点吸引了过来。最后，宋爷爷成功将其引诱回家。